Destroyer, Surtur, the fire giant, wielder of the flaming sword. Swim!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，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史诗级的排名，从古老神话到网络传说，我们要找出那些躲在人类想象力最深处、最恐怖也最强大的存在。准备好，这是一场宇宙级的力量对决。这个问题，我想很多人都想过吧？当我们凝视着深渊的时候，到底有什么东西会回头看我们？到底什么才是力量的顶点？我们呢，就根据各种神话传说里的记载，还有他们展现出来的各种夸张的力量，整理出了一份终极排行榜。现在就让我们从第20名开始，一步一步揭晓那个你绝对想不到的终极答案。好，我们这个宇宙力量阶梯就从第5层级开始。你可别搞错哦，虽然是垫底的，但这里的每一个存在都绝对够资格当你这辈子最深的噩梦。第5层级的这些生物，你可以把它们想成是顶级掠食者，他们就是完美的杀人机器，超级致命，超级恐怖，但他们的影响范围比较小啦，就是一种个人的你直接会面对到的恐惧。简单说就是，如果你在错的时间出现在错的地方，那你就是他们的晚餐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层级有谁。首先第20名，蒙古死亡蠕虫。你想想看，在沙漠里，一条虫会放电还会喷毒液，这谁受得了？再来第19名，警笛童。它不止杀你哦，它还会用你亲人朋友的声音把你骗过去，让你身心都彻底崩溃。还有第18名，天鹅人，一个超神秘的生物，每次它出现就代表有大灾难要发生。它们每一个真的都够格去当一部恐怖片的主角了。好的，深呼吸一下，我们要进入下一个层级咯。这里的力量等级可以说是3级跳。我们现在要谈的已经不只是掠食者了，他们是活生生的天灾。没错，第4层级的这些怪物，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灾难，他们代表的恐惧更大更无力，就像地震或海啸一样。他们光是路过呼吸一下就可能毁掉一座城市，堵死一条河，改变整个地形。他们根本就是行走的天然灾害。先来看第17名，卡利亚。你想象一下，一条蛇的毒液强大到可以让一整条主要的大河变成死亡之水，这就是环境等级的威胁。它的力量不是直接打你，而是把你赖以生存的一切通通毁掉，从根本上把生命全部抹除。接着是第16名，北海巨妖。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过，在它面前，我们人类最强大的航空母舰可能都跟浴缸里的小鸭鸭没两样。它就是海洋愤怒的样子，是深海里绝对的王者，代表的是那种纯粹的你完全无法抵抗的物理毁灭力量。第15名，红龙。你注意听哦，它的威胁层级已经超过地球了。它不只是在人间作乱的怪物，它是天界的敌人。它的野心跟力量大到敢直接杀上天堂去挑战，这就让它的威胁从物理层面一口气提升到了宇宙级对抗的水平。好，再来第14名，温底哥。你看这个描述，散发着鲜血与腐败的气息，哇，光用看的就觉得毛骨悚然。它不只是怪物，它是永远不会满足的饥饿跟贪婪的化身，而且还是一种会传染的邪灵。它恐怖的地方不只是把你吃掉，而是会从精神上腐蚀你，把你的人性整个掏空。来到我们第4层级的顶点，第13名，酒吞童子。它不只有力量，它还有脑袋，有组织能力。它领导着一支恶鬼军队，对一个国家的首都进行有系统的攻击。这已经不是单纯的野兽了，这已经是邪恶统治者的等级。
代表的是有计划、有目的的邪恶。好了，威胁等级又要往上跳了，我们准备进入第3层级。这些存在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天灾，而是有智慧，能统治大片领土，甚至可以扭曲现实的恐怖君主。没错，这一层级的关键字就是统治。他们是征服者，是魔王，是古神。他们的力量不是拿来打猎的，是拿来奴役整个世界，甚至挑战天神的。在他们各自的神话里面，他们就是权力金字塔最顶端的存在。好的，来看看这几位超强的征服者。第12名，摩西梭素罗，一个强到能把整个神界打下来，自己当老大的恶魔。再来第11名，蚩尤，这位战神连神话里的皇帝都打得超辛苦。还有第10名，玉藻前，你注意看，为了打败他，代价是100万大军跟几乎整个国家的精英，这就是足以动摇国本的征服者级别力量。这边用最直接的方式让你感受什么叫力量。第9名，八气大蛇，它的身体大到可以横跨8个山谷跟8座山丘，这是什么概念？这根本不是生物了，这就是一块会移动的大陆，一个你根本绕不过去的活灾难。这种纯粹的巨大本身就是一种无敌的力量宣言。终于我们来到了第8名，克苏鲁。它的恐怖之处跟前面那些完全不同，它根本不需要动手，它只要在海底睡觉，光是它做梦时的低语就可以穿越维度，直接污染整个地球的心灵，把所有人都逼疯。它根本不需要醒来就能毁灭我们。这种精神上的存在性的威胁，也让它成为第3层级的巅峰。Second tier, where the greatest destroyers of myth awaken. Epep's roar that shakes the underworld. Surtur's sword that will burn the world. Fenrir who devoured Odin. 第7名是来自埃及神话的阿佩普。阿佩普雷厉害的之处，不是说他有多大力气，而是他杀不死。他就是混乱这个概念的化身。他每天晚上都要跟太阳神拉打一架，试图把太阳吞掉，让世界陷入永恒的黑暗。所以它不只是一个怪物，它是整个宇宙秩序的对立面，是一种永恒的根本的威胁。说到杀不死，第6名这位就更夸张了，他是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之王提丰。他到底有多强？强到连众神之王，对，就是拿着雷电的宙斯，跟他打了一场天崩地裂的架之后，结果是什么？宙斯赢了，但也只能把提丰关起来，没办法彻底杀死他。你想想，连宙斯都杀不死的怪物，这战力有多可怕？好，各位，我们终于来到前5名了。从这里开始，已经不是挑战神明这么简单了。这些存在的意义就只有一个：毁灭世界。他们本身就是世界末日的代名词，只要他们一出现，就是游戏结束。那么，我们的第1位灭世级威胁是谁呢？它来自大家都很熟悉的北欧神话。没错，就是巨狼芬里尔。芬里尔最可怕的地方在哪？不是它有多大只，而是它的宿命。在北欧神话的末日预言《诸神黄昏》里，就写得清清楚楚，芬里尔注定会挣脱锁链，然后一口吞掉众神之父奥丁。你懂吗？他的存在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毁灭性的预言，连最强的神都注定要死在他嘴里。好，从第5名开始，我们看到的是物理上的毁灭，但从第4名开始，我们要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了。这是一种心理上的、精神上的，甚至可以说是存在意义上的恐怖。没错，我们正式进入了克苏鲁神话的范畴。第4名，纳亚拉托提普，又被称为蠕动的混沌。
他的力量真的非常特别，他对用蛮力毁灭世界没什么兴趣，他更喜欢玩。他会化身成各种模样，走进人类文明，然后用欺骗、谎言、诱惑，从内部把整个社会搞到崩溃，把所有人逼疯。他享受的是看着智慧生物自己走向毁灭的那个过程。而第3名苏尔特尔则是最终的、一次性的、绝对的毁灭。他的火焰会为一切画上句点，完全无法逆转。一个是永无止境的战斗，一个是万物终结的宁静。终于，我们来到了最后的冠亚军。说真的，这2个存在，你很难再用生物或怪物来形容它们了。它们更像是宇宙本身的基本定律，是一种概念，一种我们人类大脑完全无法处理的最根本的恐怖。它们的力量已经超越了力量这个词本身的意义。好，亚军第2名。它本身就是所有时间跟所有空间的集合体，它的名字是约格索托斯，又被称为门户与钥匙。你要理解，它不是在宇宙里面，它就是宇宙的时空结构，它同时存在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以及每一个角落。它是全知全能的，因为它本身就是一切知识与时空。这是一种我们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的纯粹的浩瀚无垠的存在。那么在约格索托斯之上还有谁？我们终于来到了真正的顶点，这份榜单的第1名，位于所有创造、所有毁灭、所有一切最中心的存在。他的名字叫阿萨托斯，称号是魔神之首，盲目吃鱼之神。你光听这个称号，盲目吃鱼，就感觉到那种超越善恶、超越理解的力量了，对吧？所以他为什么是第1名？因为他就是总体的力量，他不是一个你可以去打败的敌人，他甚至没有意识，他是宇宙中心的无心智之神。而我们所存在的一切，整个宇宙、时间、空间，你我，都只是他混乱梦境中的一个泡泡。如果他醒了，不是说他会来攻击我们，而是梦就结束了，然后一切就这么噗一声直接消失，不复存在。所以说，我们从墓地里的食尸鬼一路看到了宇宙中心的阿萨托斯。这整个排行榜看下来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这些怪物无论是小的还是大的，其实是不是都只是反映出我们人类对于未知最深层的恐惧呢？或许我们最厉害的想象力，就是用在为那些我们不懂、我们害怕的东西创造出一个具体的样子。你觉得呢？